女人只是抚摸了一下丈夫的油画，却意外发现油画上的戒指竟是没隐藏的开关。出于好奇，她直接摁了下去。可伴随着一道密室门缓缓打开，里面惊悚的一幕瞬间就令她汗毛着立。只见面前的冷库中竟赫然冰封着丈夫前6任妻子的尸体。意识到丈夫就是个杀人狂魔后，安娜瞬间就被吓得屁滚尿流，马不停蹄想要逃离这片是非之地。可没成想，她刚拉开门，就迎面撞上下班回家的富豪丈夫。为了不被丈夫察觉到端倪，她强忍着恐惧扑进丈夫怀里，谎称刚刚在厨房撞见一只老鼠，险些没将自己给吓死。安娜本以为自己的说辞天衣无缝，可殊不知富豪曾拥有过6任妻子，一眼就看穿安娜的不对劲，说着就将她喊进一间小房间内。令安娜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生性多疑的富豪早就在冷库门前安装了监控器，而刚刚他打开冷库的一幕早已经被监控给抓拍下来。为了不让安娜将秘密泄露出去，富豪二话不说就死死掐住她的脖子，打算将这个知情人送去见上帝。可这时的安娜却说，杀他可以，但总得让他死个明白吧。她不明白丈夫明明富甲一方，衣食无忧，为何要对前6任妻子痛下杀手。听到这的富豪当即就来了兴趣，因为前几任妻子从未问过他这样的问题。富豪也缓缓袒露出他那6段不为人知的婚姻经历。原来富豪的第1任妻子是个歌手，两人在一场马术比赛上相识，仅仅只是对视一眼，双方就被彼此的气质给深深吸引，而很快两人便发展成情侣关系。没过多久就踏进了婚姻的殿堂。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富豪却发现这个妻子有点大病，那就是他非常喜爱唱歌，严重到无时无刻不分场合的唱，出去旅游的时候唱，跳舞的时候唱，就连出门吃个饭也唱个不停。虽然这些富豪都可以忍受，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妻子还有个致命的缺陷，那就是很爱吓唬人。频繁的一惊一乍，瞬间就给富豪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。意识到再这样下去，自己迟早会被妻子给吓死，忍无可忍的他决定展开行动。随后他趁着妻子不注意，悄无声息将她抱到断头台上，一把松开了断头刀。伴随着妻子的歌声戛然而止，家里总算是安静了下来。但权势滔天的富豪很快就耐不住寂寞，而就在一次舞会上，他邂逅了第2任妻子，对方是个倾国倾城的走秀模特，高挑的身材加上那绝世的容颜，瞬间就将富豪迷得如痴如醉。于是富豪立即化身舔狗，斥巨资买下大量奢侈品赠与对方，这才总算接近了这位高冷的模特。为了能将对方彻底拿下，富豪时不时就带着她出席高端场合，这样一来二去，很快他就将这个模特迎娶回家。富豪本以为迎接她的将会是幸福美好的婚后生活，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第2任妻子同样也是个大奇葩。只见婚后没过多久，妻子就一改婚前高冷的形象，像只粘人的猫咪一样，每天都缠在富豪身边腻歪，甚至还要求富豪别去上班，在家陪伴他。但这些富豪都可以理解。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富豪发现这任妻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只见这天他前脚刚出门，妻子便将自己的闺蜜喊到家里来，商量着如何将富豪给害死，从而继承他的亿万财富。可令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心思缜密的富豪并没有走远，而是躲在暗处静静偷听着他们的计划。直到现在，富豪才意识到这任妻子就是个蛇蝎毒妇。为了不让对方的诡计得逞，富豪决定先下手为强。于是趁着两人忙着商量时，他利用头顶上的象牙吊灯，将这2个狠毒的女人送去见了上帝。而经历过2段失败婚姻的富豪便认定世上没有了爱情。眼看富豪丈夫如此倒霉，安娜也赶忙钻进富豪怀里送上安慰。而在安娜的安抚下，富豪也随即袒露出自己的第3段婚姻。这天他在外出时意外结识了一个女强人，对方身上那股霸道的气息又再次将他给深深吸引，于是急不可耐地将对方迎娶回家。可很快他就追悔莫及，因为这个妻子非常强势，有事没事就拉着富豪乘坐战斗机，还会要求富豪陪他练习射击。面对这些富豪都能接受，然而伴随着长时间的相处，富豪发现这任妻子还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，顿顿都要喝上好几斤，每次喝完就会耍酒疯，时不时就对富豪拳脚相加。面对这样的酒鬼妻子，权势滔天的富豪岂会惯着他？于是趁其不备拽着他的头，一把就按在水里将其活活溺死。而经历3段失败婚姻的富豪本以为自己此生将会孤独终老，可某天他在大街上溜达时，却意外结识了一位修女。对方那清心寡欲无欲无求的样子，又让富豪萌生了对爱情的向往。富可敌国的富豪娶了3任妻子，没成想个个都是古今罕见的大奇葩。而经历3段失败婚姻的富豪本以为自己此生将会孤独终老，然而这天他在外面逛街时，却意外结识了一位修女。对方那清心寡欲无欲无求的模样，又让富豪萌生了对爱情的向往。他认为修女视金钱如粪土，肯定无法对自己造成威胁。想到这的富豪再次化身舔狗，最终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，很快修女就成为了他的第3任妻子。他本以为这个修女很适合自己，没想到经过几天相处下来，富豪才得知对方竟是个朝3暮4的女海王，交往过的前男友多达上百个。但富豪得知后并没有生气，他并不介意当个接盘侠。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发现这任妻子时常将前男友挂在嘴边，仿佛在炫耀辉煌的战绩一般。更令富豪无法容忍的是，这任妻子老是拿前男友和他来做比较。由于富豪本身就是个爱面子的人，面对这样的奇葩妻子，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。于是在这天夜里，他抱起妻子就塞进一个棺椁中，最终将其活活闷死在里面。
随后连同前3任妻子的尸体一并丢进冰库中冷藏了起来。而连续经历4段失败婚姻的富豪也对爱情失望透顶。然而就在一次画展上，他又偶然结识了一位小萝莉，对方的气质深深吸引了富豪。富豪决定老牛吃嫩草，于是他使尽浑身解数，如愿以偿将这个小萝莉娶回了家。可令富豪没想到的是，这第5任妻子同样也是朵奇葩，时常摆出一张苦瓜脸给他看，动不动就冷落富豪，宁愿跑到外面跟动物们玩耍，都不愿花点心思陪伴一下富豪。但面对这些，富豪都可以忍受，毕竟2人年纪相差过大，有代沟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下来后，他发现这任妻子很喜欢冷暴力，一旦发生争执，他就1个星期不理会富豪。这瞬间就令富豪憋屈不已，愤怒的他直接放出老鹰，将这任妻子给活生生吃掉。而富豪坐拥万贯家产，自然不愿独守在这偌大的城堡内，不甘寂寞的他又迅速迎娶了第6任妻子。这任妻子的性格非常好，像个贤妻良母般照料着富豪，没事的时候就会给富豪织毛衣。可渐渐的，富豪却发现这任妻子并不是真心实意爱自己，只是贪图自己的钱财而已。起初的富豪也并没有证据，直到这天妻子突然邀请他去狩猎。富豪很清楚狩猎是假，对方的真实目的是想暗害自己，从而继承他的巨额财富。为了不让这个毒妇的诡计得逞，富豪决定先下手为强，于是他果断答应去狩猎。随后趁着妻子不注意的时候，率先开枪击毙了他，最后将他的尸体和前5任妻子的尸体一同关进了冷库里。而听到这的第7任妻子再也坐不住，他认为既然前6任妻子都没能让富豪满意，这也就说明问题肯定是出在富豪身上。没想到此话一出，富豪瞬间就勃然大怒起来，原来问题果真是出在富豪身上。眼看事情已经瞒不住，富豪也缓缓说出背后的真相。女人刚嫁入豪门，就惊恐地发现丈夫家的冷库中竟赫然冰封着丈夫前6任妻子的尸体。目睹这幕的安娜吓得转身就跑，没成想却刚好撞见下班回来的丈夫。而眼看自己的秘密已经暴露，富豪也不打算放过她。不过在安娜临死前，富豪决定让她死个明白。原来富豪年轻时是一名前线的士兵，可就在一次执行任务的途中，不慎被敌人击中了下体，从此便彻底失去了做男人的权利。而为了不让外人给发现，他只好不停地寻找女性来结婚，伪装成自己还是男人的假象。可貌美如花的娇妻们哪肯愿意和他做姐妹，纷纷提出要和他离婚。而心高气傲的富豪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和秘密，于是果断选择杀人灭口，将这6任妻子全都变成了冰冷的尸体。而事到如今，第7任妻子安娜也得知了此事，富豪自然而然不会放走这个知情人。只见他二话不说就将安娜关进冷库中，让她和前6任妻子作伴。富豪本以为自己这下终于能高枕无忧，可殊不知安娜在发现冷库中的秘密后，便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告知给了自己的杀手前男友。隔天就当富豪准备乘坐火车去谈业务时，前男友突然跳出来将他打成了筛子。随后又在火车的掩护下成功摆脱了士兵的追捕。而另一边被困冷库的安娜本以为自己的小命即将交代在这，没想到就在此时，她的杀手前男友及时赶了过来。听到外面传来动静，安娜也赶紧拍打冷库的大门。而听到动静的前男友成功解救出奄奄一息的安娜。结局的最后，安娜作为富豪的遗孀，也自然而然继承了富豪的1000亿资产。凭借这笔泼天的富贵，她和前男友也将跨越阶级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而影片也就此落下帷幕。